这对姐妹真是调皮，大姐冒充单身撩小鲜肉，小妹扮成已婚碰到年轻小帅哥。据调查，在巴嘎国，每10对夫妇就有6对问题多多，类似的新闻电视上层出不穷。对此，大家早已习以为常。刷手机的小钟开始疑惑结婚的意义，同时带着象征永恒的戒指，不想再忍受偷偷谈恋爱的束缚。加上这几年相亲的失败，32岁的他决定不再相亲。谁说独自一个人就不能快乐？下班后，他一个人享受了美味的烤肉，然后自己去 KTV 唱了歌。回家路上经过旅行社，看到了广告，钟子心里又萌生了新想法，既然这么有缘，那就一起来次临时起意的旅行。第二天整理行李时，姐姐惠子无奈地说：“你这人辞了职还想去旅行？”妈妈听了都傻眼了。钟子的看法和姐姐不同，她说自己单身且孤单，既无恋人也缺男性缘。姐姐还不肯把姐夫借给她玩玩。我说你啊，都32岁了，也该认真找个伴儿了，听见没？后来钟子用甜言蜜语从惠子那借了条贵长裙，结果安检时发现口袋里有姐姐的婚戒，来不及了，飞机就要起飞了。刚把行李放下，哪知道一个包裹砸了下来，我的戒指也掉了。清醒的钟子急忙的找，这是你的吗？天哪，感觉心跳加速了。钟子被眼前的小哥迷得神魂颠倒，脑海里全是他迷人的容颜，这让小哥吓了一跳。刚收到的包裹是自己的，这女的不会是想碰瓷吧？他赶紧低头向钟子道歉，然后施展美男计，亲手把戒指戴在钟子手上。聊天中才知道，小哥叫半丈，是留学回来的。到了目的地，半丈以道歉为理由，带钟子去了家饭店。两人聊得越来越好，钟子对这位小哥挺有好感的，而半丈也同样迷上了他。他平生最难抗拒的诱惑，莫过于别人的妻子，那种曼妙的身姿真是难以抵挡，几乎是非常喜欢。两个人在餐厅聊了整个下午，等他们离开时天都黑了。半丈主动提出送他回酒店，钟子也没拒绝，一直聊到了一个转角处。半丈从背包里拿出摄像机说：“这儿风景好极了，正好拍照，我给你来张照片吧。”这让钟子感到不太自在，感叹说自己是个老阿姨，怎样拍都显得不好看。然而半丈这小伙子真会说话，直接问他在巴嘎国，像钟子这么漂亮的也叫阿姨吗？难道仅因为结了婚？再说现在结婚了还能恋爱啊？我刚从日本回来，在电视上看着新闻真吓了一跳，演员、音乐人、政客，他们结婚了还在谈恋爱呢，所以想不想和我谈个婚恋？这让钟子感到不安，毕竟这都是自己编的谎。算了，可能正是那个谎言，我才能顺利开始谈恋爱。简短的吻后，他拉着她手走向酒店，钟情于她。就在他兴奋期待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抱歉，我马上回来。好的。原本营造的氛围轻松被破坏，旁边那个年轻人肯定活力满满，想到一会儿要通宵讨论兵法了。钟子抓了一瓶酒店的清酒，他打算喝上2杯来提提神，不知是酒假还是心情作用。钟子喝了好几杯也丝毫不觉得醉，于是又取了一瓶，真是清醒的过分了。钟子一连喝了3大瓶，现正沉睡在床边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来。他望着空荡的房间，感到非常懊恼，竟然在这机会来之不易时睡过头了，正担心会后悔一辈子呢。突然房门被人推开，半丈提着早餐进来了，然后两人一起出门了。他们一边游玩一边拍了很多照片，虽然年龄差7岁，但他们感觉没代沟，轻松愉快地聊着天。有那么一刻，钟子感觉自己似乎真的坠入爱河，美好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不一会儿就到晚上了。他们回到酒店房间，半丈轻轻为钟子摘下戒指，轻声说：“今晚你只属于我。”两人之间未发生意外，钟子还向他证明了自己的体力。整晚下来，俩人都累坏了，一直到早上9点多才慢慢醒。糟了，差点赶不上回程的飞机。钟子急忙起床打包行李，然后慌忙检查一遍，确保机票、手机和钱包都带上了。离开时，你不想要我的电话吗？钟子沉思几秒后答道：“还是不要了。但是，我一定能找到你，我们还能再见。”登机后，他非常后悔，为何自己突然这么冷漠？明明昨晚还那么亲切。想到这次旅行，半丈一直陪在身边，就这么结束对吗？如果不结束，对方一旦知道他未婚，肯定就不再感兴趣了。直到此刻，他才意识到手上的戒指丢了。下了飞机，钟子马上打电话给酒店，发现姐姐的戒指不见了，但是酒店说没在房间找到戒指。经过深思熟虑，钟子决定一次性花大钱买个跟姐姐一样的婚戒，但婚戒毕竟是定制的，哪里那么容易找到呢？就在这时，他透过窗看到惠子拖着行李走过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姐姐不是应该在出差吗？
好奇的中子跟了过去，结果见到姐姐直接走进了一家酒店。等她出来时，中子都惊呆了。平时低调的姐姐，现在竟然装扮得这么花哨，摘下眼镜，涂上鲜红唇膏，穿上性感的连衣裙。她到底打算干什么？为了避免被认出，中子戴上一副墨镜，又把头发散开，悄悄跟着惠子。最终的发现让中子对人生充满了疑问，姐姐居然背着姐夫偷偷和一个红发小伙见面，两人关系暧昧，这俩人开始交往了。中子奇怪的行为被红毛注意到了，惠子也跟着看过去了。不好，露馅了。没多久他就接到姐姐的短信，刚才那人是你吧？我待会儿会跟你解释，先别告诉姐姐，记得保密哦，尤其不能让贤志知道。晚上回家后，他接到了惠子的电话。中子对这件事感到迷惑，姐夫明明很不错，既高又帅，还很有魅力，对父母和我都很好，姐姐你为啥假称出差呢？居然大白天和小伙子约会，这种明目张胆的勾引，我并没有打算离婚，我想和贤志维持现状，所以务必把戒指还给我，下周是结婚纪念日，记得早点还。姐姐真是太过分了，虽然这样，但毕竟惠子是我姐姐，得赶紧找回戒指。突然想起伴郎是摄影师，或许能在网上找到他。经过搜寻，果然找到了伴郎的资料，戒指正好在他那儿。与此同时，惠子那边，他在酒店和红毛吃晚饭，聊天中得知红毛23岁，叫丰泰，比惠子小了15岁。相较于其他同龄女孩，丰泰对惠子的喜爱更胜一筹。在兵法布阵和演练方面，惠子的能力胜过10个年轻女孩。她那掌握反手围攻战术的娴熟程度，是她前所未有的愉悦。惠子喜欢丰泰也很简单，虽然他年纪稍轻，但他学习迅速，谦虚又敢想敢干，即便对兵法略显稚嫩，在神枪破阵演练中，让自己溃不成军，一路长驱直入，这种感觉贤志从未有过。画面切换到中子这边，老友亲密无间，想到即将重逢，中子俏脸微红，似乎回想起上次的窘迫，不禁身体轻颤，浑身是汗。相较于故意摘掉戒指的姐姐，我戴着戒指假装结婚。就在昨天，为了帮姐姐找戒指，中子一大早就起来了，口说无约会，身体却忠实的挑衣服，颜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明明说了不是约会，我原本只是去拿回戒指，却在见到他的那一刻，内心不由自主的激动起来。两人重逢都感到特别高兴。他说既然都来了，不如陪他好好享受一整天，戒指晚上再说。于是我们就像初见时一样，开始在城市里到处游玩。这是他第一次带女孩子回家，但这女孩终于开窍了，作为姐姐的美子自然要好好招待一番。他们已经和喜欢的人玩了一整天，此刻他面对满桌的美食，中子彻底忘记了初衷。直到姐姐发来催促的信息，他这才回过神来。几天前办账整理房间的时候，他无意中发现了一枚婚戒，结果竟然是眼前这个女人的。他弟弟这是在拿火玩呢，不可以，得找个时间好好教育他一番。这时办账坏笑着指了指楼上，跟我来，戒指在上面。中子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了上去，心里默默决定，一拿到戒指就赶紧走人，绝不能再深入了，否则危险重重，可能会暴露谎言，或者真的喜欢上他。但他只是轻轻一笑，没救了。仲义，我真的喜欢上他了。虽然努力脱单3年了，这次的感觉确实新鲜。以前相亲时总是发短信，心想不是坏人就行，就约出去吃饭，花好多时间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结果坐对面的并不讨喜，对方可能也有同感。与其比起来，和现在办账的相遇真让人难以置信。原来总觉得不够真心就找不到真爱，因此相亲时从未撒过谎，这次却不小心说了个谎。戴上已婚的假面后，我变得既危险又神秘，充满魅力。就这样吧，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现在这样好很多。我终于开始恋爱了。今天你能留到几点？这里晚上能看到东京的夜景，于田川的桥上灯光闪闪，美极了。今天天气好，星星应该看得清。我也想让你体验一下，虽然我很想再待会儿，但想到姐姐在家等我，中子只好无奈地拒绝了。这让同伴误会了，还以为中子是要回家见老公。之后她向中子提了个最后的要求，想瞧瞧她老公的照片，到底哪种人能配得上中子你？这让中子有些难办，毕竟她自己单身这么久，哪里去找老公照片给你看啊？但对方追问的紧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拿出姐夫闲置的相片，确实是个非常出众的人。不好意思，我让你难了。接过办账递来的戒指后，中子慌乱跑出饭店，自己是不是傻？明明有个极好解释的机会，却因为怕办账只爱人妻，不敢说出真相。最后中子深情地望了办账房间一眼。如何偷偷和小男友约会而不被室友发现，
惠子正在为这事烦恼。本来呢，一切进展顺利，戒指也已拿到，只需静候今晚的周年晚餐。却在此时，丰太打来电话，拳击训练中不小心扭到了脖子，现在医院里，想让惠子去探望。惠子想了想，决定让妹妹出马。于是，一大早，他把钟子叫了过来，希望他晚上能办个病。为了早点离开晚宴，钟子对姐姐的作为很不满意，坚持原则，拒绝帮姐姐欺瞒姐夫，直到惠子挑出1万，承诺之后会给10万元报酬。那我就按你说的办吧，虽然会做，但是，姐，你跟姐夫之间有什么问题？跟我说真话，如果你要把我牵扯进来的话，我有权问吧？这只是玩玩对吧？对，这很正常。另一方面，贤志为了晚上的约会提前下班，还特意到花店精挑细选了一束花。晚上，两人准时到了餐厅。吃饭时，贤志又提起要孩子的事。之前惠子总是以忙碌为由拒绝，这次自然也不例外，还是老样子的配方，同样的答案。贤志苦笑着说，两人结婚已经3年多，但总因工作而聚少离多。特别是最近1年，我难得早些下班，每次回到家你却不在，但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多些2人世界的时间。我也会努力少加班，周末尽量多休息。那么，你能想想关于要孩子这事儿吗？我再考虑考虑。一句考虑一下，就让贤之乐坏了，正要拿出花送惠子呢，钟子按时打来了电话。通话结束后，惠子一脸无奈说：“钟子真会挑时候，偏偏选现在生病。”后来以免给钟子压力的名义，拒绝了贤志一起去的提议。你慢慢享用吧，真替姐夫觉得可怜，好不容易等到的相处时光，结果连事先准备的花也没送出。这时候在医院，钟子偶然遇到了丰泰，他似乎明白了姐姐的幸福。这小孩真是温柔极了，仅仅因为听到我说肚子疼，就马上去给我弄热水，真的好可爱。肚子还疼吗？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这种可爱不太对我的胃口，但还是挺可爱的。我给你叫医生好吗？就在这时，姐姐走进来了。钟子欣暗自松了一口气，他立刻向姐姐告别，准备离开，但走到一半又走了回来。他站在病房外偷看两人，好久不见姐姐这么开心了。虽然姐姐已经告诉了她老公，但她很真实的面对自己。相较之下，自己不止欺骗了班长，也欺骗了自己的心，其实心里特别想。接着，钟子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，给班长发了条“我好想你”，对方立刻回了“快来见我，我想见你”，然后告诉你真相。其实我还没结婚，都跟你坦白了。平时文质彬彬的他，一上战场就变得如此猛烈。出乎意料，看似柔弱的钟子如此坚决，被打败了还能继续抗战。就在刚才，收到他的消息后，钟子直奔饭店赴约。原本决心要坦白的话，见到他一刹那却哽咽无声。见他肚子饿，半丈亲手煮面给他吃，简单的白水挂面也让钟子感到满足。然后他们计划周末去旅行，打算坐岩手县独特的银河列车，之后就处理正事。钟子满脸羞红，紧握着小手，小心翼翼跟着半丈走到床边，看着他的侧脸，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。其实我早有主意，轻轻抬手放在腰间，直接一直在一起也行，因为我压根就没结过婚，我现在还是单身。但如果我说出真相，你可能就会离开我。我越喜欢你，谎言越来越多。完事后，钟子眼里满是温柔，呆呆望着窗外，看他的样子似乎早准备好继续说谎。我只想尽情享受，直到他厌弃我。就在今晚，姐妹俩各自奋战，旁边都有恋人作伴。可怜的姐夫，原本打算纪念日那晚大显身手，结果只能一个人回冰冷的房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钟子悄悄回家，还在回味昨晚的辩论，这次明显吃了败仗，看来得多看点兵法电影，学学发音和基本礼仪等，幻想下次辩论时能让他求饶。待了很久，钟子连早餐都没胃口，简单应付了姐夫之后，回到房间，一边整理学习资料，一边和半丈探讨旅行之事。钟子顿时觉得精神焕发，连去新公司上班也充满动力。而此时，在另一边，半丈却独自一人来到医院，需要进行一些检查。他把手机关了机，这突然的已读不回，让钟子感到很烦躁。下班后，她找闺蜜梅子喝酒，把进来的事倾诉一番，希望梅子能给点建议。我真的对她动心了，也开始喜欢上她，但总觉得有点虚幻。她似乎只是想尝试一下流行的日式婚礼。我撒谎说自己结婚了，结果这人真是性急，咱们直接到他姐开的餐馆找他，当面一问不就明了了。他已读不回，冒昧去可能打扰他，我不想让他觉得我特别急切。感谢款待，谢谢光临。他姐以为我嫁人了，一脸的认真，作为妇女却突然冲到小伙子家里，
这是为啥呢？中子赶紧解释道，自己只是恰巧路过，正好想吃点西班牙海鲜饭，绝对不是为了找半丈。这时候她的闺蜜不高兴了，直接说既然来了，不如给半丈打电话，就告诉他你到了，过来了。得说闺蜜真靠谱。姐姐急忙把她拉到一旁问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和人妻搅和呢？这时几位客人进来了，姐姐忙着招待客人，她暗示中子一起上楼顶。面对中子的到来，半丈还是非常高兴的，解释今天没回消息，只因为忙。然后话题一变，半丈突然问中子是不是很寂寞啊？什么？你感到孤单对吧？对吗？不是因为孤单才跟你在一起，而是因为你很优秀，爱你到连欺骗也愿意，只为和你在一起。因为我爱你，所以非常想和你相处。之后他解释是因为有姐姐在场的原因，今晚不能让你留宿了，等出行的时候我再展示兵法给你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中子拿起行李准备出门，恰巧遇见了要出差的姐夫。中子还未来得及说不，贤志迅速拉起行李，说要陪他去车站。一路坎坷不断，要是被半丈碰到该怎么办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刚到站就被逮个正着，半丈直接转头离开。等中子甩开姐夫追上去时，已经完全失去了半丈的踪迹，联系他电话也直接被挂掉。半丈肯定误会自己了，一怕麻烦就赶紧逃了。这段基于偶然和谎言的恋情，最后是不是也将因此而终结？看来靠谎言维持的爱情确实行不通，半丈可能再也不会联系我了。画面切换到半丈那里，他现在正坐在车站旁边，回想起在国外时，一次拍照时突然头痛欲裂，医院检查发现脑部长了肿瘤，位置非常凶险，如果开刀风险极高。也是因此他决定回国，想要好好过剩下的日子。首先去看看儿时长大的小镇，多拍些美丽的风景。首先是到国外旅行，好好享受一番，接着是最后一次恋爱。但立刻我又觉得这样不对，如果那天我就这么离开，就会把深爱我的他留在孤单中。正当这时，他在机场的电视上看到了新闻，这也是他初期纠缠中子的原因。同时在惠子那边，他在拳击馆里观看丰泰的训练，年轻人的体力真是让人羡慕啊，难怪姐姐这么喜欢。这时候贤志突然打了电话过来，惠子急忙接起手机往外走，得知妹妹其实是和男性共游。惠子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丰泰朝他走来，惠子被吓得朝工地走，一边跟贤志说公交车到了，我先挂电话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丰泰的喊声被贤志听得一清二楚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发了个短信，谎称今晚会回家晚些，然后急忙打车朝家赶去。惠子看到消息后很高兴，回复贤志让他不用担心，尽情享受。随后羞涩地注视着台上的丰泰，他的脸上明显写着痴迷。这个男人不仅强，简直强到极点。他玩得痛快满足后回家，贤志已在家里等他很久。看到惠子吓成这样，贤志轻笑，装作浑然不知。他问他怎么了，不是说在家等我的吗？而且穿得这么漂亮，是去哪儿了？我好久没见你这么打扮了。突然有大学的朋友要见面，真的吗？哦。与此同时，中子在手机上看到半丈独自出游了，他随即订了火车票，决定找半丈当面解释清楚。他其实一直都是单身，或许这是命运捉弄人。中子刚到车站就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这个节骨眼火车竟然停运了，难道这是老天的暗示，不该去吗？此刻的中子觉得自己真幼稚，已经32岁，还沉浸在少女漫画情节里，为了面子撒了个已婚的谎。可他一走，自己就开始后悔，见面就得说清楚真相。这就是现实的模样，一切都仿佛梦境般美好。当中子沉浸在往事中，半丈如天神般从天而降出现，然后带他坐到旁边的椅子，为之前的事道歉。我确实吓了一跳，但之后我满脑子都是你，都想着要是你在的话有多好。中子正准备坦白一切，打算把自己未婚的事告诉你，就在这时候，半丈突然昏倒了。中子被吓得不轻，急忙呼叫120救护车。听说这事，半丈的姐姐也赶来了。中子没机会解释了，半丈醒来后用眼神告诉医生，别把他的病情透露出去。中子回到家后，反复思考，决定给半丈打电话，想把自己未婚的事说明白，却话到嘴边难以启齿，但被半丈误解了。知道你有家可回，我也安心了，不能因为跟我闹着玩，就毁了中子的幸福。闹着玩，闹着玩几个字让中子顿时醒悟，再没勇气解释了。我真傻，还以为跟他能从谎言走到真爱，结果全是我自己幻想的。想维持这份感情，只能继续装作已婚。这时他手机又收到他的消息，说姐姐邀请他明天去店里吃饭，感谢他今天送他去医院。第二天，中子准时到了饭店，姐姐给他准备了一桌好吃的，但不仅仅是为了感谢。中子刚吃了几口，
姐姐就说这下我们扯平了。现在告诉我你和半丈的事，为什么会遇到他呢？还是因为弟弟用力过猛晕过去的？因为呢，我毕竟是个已婚女人，我们俩怎能一起去旅行呢？那天真是巧，我刚和朋友雅子旅行回来，碰巧在东京站遇到阿丈。等钟子吃完准备走的时候，餐厅突然来了很多客人，他便主动说要帮忙。看到钟子忙起来，姐姐心想这女孩真不错，要是你未婚就好了，因为跟你在一起，阿丈总是笑，我总搞不清他心里怎么想的，尤其是他最近总显得沉闷，但今天他特别开心。之后他把钟子带到了2楼，给他看这次旅行拍的照片。这时候一旁的伴郎突然晕倒了，想到昨天医生的警告，再晕就很危险了。晕厥感减轻后，他拿出旅行时买的戒指，告诉钟子这是银河铁道的夜晚，戒指里封着星空和列车的烟雾。然后抓起钟子的左手，慢慢戴在他的无名指上。突然间他对我表白了，说和我在一起特别快乐，愈发渴望能永远和我相伴。他还说喜欢我，并送了我一个戒指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也喜欢我呢？现在说钟子，告诉他我还单身。这时电话再次响起，是姐姐打来的，她想让钟子和她一起回家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钟子刚正打算拒绝，求你了钟，我们的婚姻全靠你了。回来的路上，姐姐给他讲解了，今天本来约好要和贤志去热海旅游的，结果时间正好和凤太的比赛撞在一起了，自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，谎言说今天要加班。没想到贤志直接来公司找我，现在在你公司下面。说实话，我不会生气，你跟谁待在一起，只能再次谎称和你在一起，真是个骗子。那戒指怎么回事？那你的戒指呢？哪儿来的？骗子的太太回来了。贤志硬是压下怒火，笑着问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你为什么宁愿撒谎也要取消旅行呢？忽然推卸责任，让钟子满脸困惑。姐，你这让我怎么回答？剧本里并没有这些内容。钟子这段时间心情似乎不太稳定。这时贤志说话了，钟子不是常常自己去旅游吗？看着挺高兴的吗？怎么会精神出问题呢？正当钟子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姐姐突然说钟子旅行是在逃避现实，他其实早就身心俱疲了。这时贤志却说，你突然精神不稳，我只能想到是爱情问题，而且不是普通恋爱，对象是有家室的人吧。紧接着情况突然一变，惠子，你怎么看这事？你怎么看这人？不行，他是渣男，这次只是勉强过关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。钟子把姐姐拉到房间里劝说，你赶紧跟风太断了吧，别再继续撒这个谎了。但惠子显得毫不在乎，我还要像现在这样继续。之后就开始劝钟子，你还是自由身，跟我不同，赶紧去跟那个人好好谈谈吧，要学姐姐把握住自己的幸福。第二天他约那男人出来见面，这次终于坦白自己还单身。那时候没想太多，只是个小谎言，居然能让我和你这样优秀的人谈恋爱。以前真想好几次告诉你真相，想到自己什么都没有，觉得自己又平凡又无趣，怕你知道真相就会离开我，所以我选择了逃避，撒了一连串的谎。但我不想再继续这样，因为我真的爱上你了，我最爱的人是你。听到钟子这番坦言后，他沉思了几秒，低声说道，其实当初只是想尝试一种不同的恋爱才跟你说话的，想要的只是那种无牵无挂的乐子，所以我们还是分手吧，再见了钟子。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，他觉得不能给钟子一个稳定的未来，如果运气好，这次去国外手术能成功，那就回来跟钟子继续未了情缘，万一没成，这样绝情也许能让钟子忘掉自己，免得伤心一生。另一方面，惠子提早下班准备和丰泰约会，但他不知道贤志正蹲在公司楼下等他，看见他出来就跟踪着。满怀期待的两人终于重逢，可结果半丈竟然忘记了钟子。根据医生的说法，那种程度的脑部手术后遗症不可避免，且恢复希望渺茫，但钟子没因此放弃，反而觉得这是重新认识彼此的机会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钟子一有空就会来找半文，给他回顾两人过去的点点滴滴，但这并没有让他们的关系变好，让半丈对钟子极其反感，连姐姐都无法忍受了。半丈，你这么说太过分了，2个月前明明是为了不让钟子孤单，你才决定进行手术，但现在我真的忘了。钟子急忙跟上去，拿出半丈送的戒指问道，记得这个吗？忘了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，他其实记得钟子，但为什么要撒谎呢？那天他自己去看医生了，请你帮忙一下。检查发现他的右眼视力急剧下降，这实际上是手术的真正后遗症。医生问他为啥要装失忆，原来手术后他就觉得右眼有问题了。虽然他身体不适，
更想快点见到中子，于是跟医生说了声，便坐飞机回了国。可是刚下飞机，右眼就更模糊了。这时接到医生的短信，是手术的后遗症，实在遗憾，这恐怕难以恢复了。对他这个摄影师来说，这是个难以接受的现实。摄影这工作，我无法继续了。虽然如此，我不在日本期间，她找了新男友。原来下飞机时，她还碰到了中子的好友。中子现在怎么样了？你现在才来问这个？之前不是突然消失了吗？你了解中子受伤有多严重吗？中子刚开始新恋爱，藤堂跟你完全不同，既诚实又成熟，肯定能让中子幸福，所以别再找中子了。后来她在天桥上碰巧看见中子和藤堂在一起，正如中子闺蜜所说，那人看起来挺正派的。中子笑得很开心，她现在很幸福，我不能去破坏，还是别再见面了吧。我正在这么想，她突然出现了，我马上撒了个谎，现在因为眼睛的问题，缺乏自信让她幸福。这时候医生对她说，真的好让你就这样离开他吗？挺好，就这样吧。中子总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其实她很多优点，很努力，吃得很香，笑得很灿烂，最爱她的笑了，希望她永远幸福。同时中子在闺蜜口中得知半丈没有失忆的消息，正犹豫不决时，内心有个声音说，你还犹豫啥呢？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想怎么做？还需要别人教你吗？忽然明白了，告别闺蜜后直接去了饭店。此时楼下传来医生的声音，他对两人说，虽然按理我不该泄露病人隐私，但这次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讲的。之后他将半丈找自己的事情全部说出，猜想他没在家，很可能偷偷去国外了。听完中子就跑出了饭店，是你让原来一文不值的我变了，全都是因为你。找回了真正的我，让我知道自己还能爱，连恋爱都是你教的，你让我变得更坚强了。虽是基于谎言的恋情，却是我唯一真挚的爱恋，我绝不能错过。还好一切尚未太晚，在人海中我一眼就认出了半丈。一开始半丈还死不承认，撇清自己不认识我，转身就要走开。这中突然倒播，把时间又调回去，别再撒谎了，实在演不下去。半丈只能坦诚地说，自己已无力让你幸福，也不再自信能当摄影师。我现在只是个累赘，留下只会让你添麻烦。我的幸福我自己决定，如果你承受不了，我会在你身边，这就是我的幸福。确实为了恋爱撒过谎，但现在为了真正的幸福，我不会再撒谎，希望能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撒谎，我的快乐就是一直与你同行，要永远相伴。这部剧到此落幕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